长公主这手法，多少带点私人恩怨。我离京时，是谁承诺会替我守好皇城的？我知道，你是因为担心我。但谢艳芳肯放你离京，必有所图。现在朝中如何？谢艳芳会照顾阿玉，但她需要长公主令，牵制邓毅。我把长公主令给她了。也对，你那三哥本就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。若你离京，也只有他能够保护好阿玉。你伤还没好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早点睡吧。他们就给了我们一拳法。是我要求的。你伤得这么重，如果离我太远的话，我怎么保护你？那你想怎么保啊？夜里风凉，伤口难愈合。别冻着。姐，你说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咋能明知道他是谁，还往寨子里领呢？那群家伙不是善茬。萧巡的陷阱，从来都不是表面的杀招。方才守门的小卒用白狼语报信，说追兵已被全部截杀。若是萧巡的人，没必要自断臂膀。你还会说白狼语？在大漠的时候，我爹教我的。这世上，除了他，没人知道。可若是他们演戏怎么办？萧巡的人没必要杀自己人。若是邓毅，以他的谨慎，不会选一群有救主的山匪合作，他信不过。至于你三哥，
就更不可能了。不管葛大婶他们对我爹是敬是怕，但至少我爹对他们从无恶意。我还是不相信那群狼会突然改吃素。那谢统领可否愿意陪我赌一把？那若是赌输了怎么办？那至少黄泉路上有你作伴。今日信使在北曹镇驿站附近被劫，据查证乃仓木寨所为，简直岂有此理，闻所未闻呐！楚灵当年纵匪养患，只是仓木寨余孽，今时今日竟敢假冒信兵窃取军情，臣恳请陛下降旨彻查，以正国法。楚将军当年奉旨剿匪，女匪首穆绵红跳崖身亡后，连寨里的妇孺都未曾伤及。这等人猴，如今倒是罪名了。陛下，今日接到急报，朔漠派遣使者入云中，却遭楚将军当场斩杀。朔漠与大楚本来就摩擦不断，这当如何是好啊？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，楚灵此举必致朔漠起兵。纵匪之名可容，这引战之罪可不能赦。前有朔漠突入犯境，后有朔漠使者深夜持密函潜入楚将军营帐，这还不是刺探军机？太傅所言甚是。楚将军掌管边军几十年，固若金汤，上次差点失利，定是有细作送出布防。此等非常之时，可行非常之事。按大主律，如遇敌情不明，可先斩后奏。楚将军何罪之有？陛下，楚将军年事已高，边军防线屡出疏漏，还请陛下另择良将。此言非虚，朔漠蠢蠢欲动，一旦战事起，边郡确实需要提前有所准备。但至于这人选如何，还需陛下圣裁。楚将军镇守云中20载，每朔漠进犯都是铩羽而归。不知诸位选出来的人才，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军功卓绝？良将非一日可得，但也不能将边郡的安危皆系于一人。谢大人不必担心，本官自会搜集朝臣们的意见，挑选出最合适的人选，赴任云中，为楚将军分忧。太傅这步棋倒是下得妙。这是杀胡哨。没错，边军专门应对骑兵突袭的警报。
你嘴挺硬啊！说不说？你要不说，我就把你剁碎了，扔到了山里喂狼！不要！说不说？哎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在这儿办点正事儿啊，先不招呼你们了。交给我吧。啊？还在叫，太厉害了！生死寒凉，我跟你说，一定要让这真是看不出。怎么样？他招了，他们昨天就进入了苍木岭，并且探寻到了苍木寨位置，人马今夜就会赶到，我们提前做好准备。那我得告诉我姐去。你方才那些严刑逼供的手段，也是从我阿爹军营里学的。不是的，老头主张善待战俘，不会对他们严刑逼供的。你不怕了？我有甚可怕的？我自幼在军营长大，还是见识过杀伐和血光的。这种见识不是好事，倒不如不见的。可人生在世，谁又有得选呢？我不愿杀人，可有人要来杀我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杀人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。还有我爹，我想活着见到他。我帮你杀。姐，追杀他们的是烧南王世子烧群的人。小地方招待不周，都是些粗茶淡饭。望长公主海涵。你是长公主？不对呀，你应该跟萧南郡世子成婚才对呀。你跟这小子私奔了？因为萧巡骗了我，他所求的，从始至终都只有我爹手里的20万兵权，但我不会让他得逞的，绝不。哎，那你是楚灵的女儿，哎，
这楚灵有没有跟你提过你娘是谁？看来葛寨主对我们云中郡很是关心，连我的婚事都打听得一清二楚。也难怪这寨子里有那么多边军的痕迹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婶子不妨如实相告：当年我爹上仓木寨剿匪，到底有何隐情？没什么隐情，不过就是楚将军杀了我们仙寨主而已。那你们还对他如此在意，半点不把仙寨主的仇放在眼里吗？当年仓木寨被传骚扰边境，楚将军前来剿匪，杀了仙寨主后，得知其中有所误会，才将寨中的兄弟们重新安置。你看到的那些，不过是你阿爹的愧疚和弥补。可是恩怨已了，何必再提？你们一路辛苦，先好好休息吧。有事随时叫我。他凭什么替我决定该怎样活着？或许，他只是想要你平安。平安？我活了19年，每天都在思念一个已死的母亲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最讽刺的不是祭拜空坟，而是我的母亲从一开始就选择抛弃我。真正的不爱，连欺骗都是多余的。在我8岁的时候，我母亲送我回了谢家。她跟我说，她一定会来接我。可到最后，也没有等到她。你是想告诉我，他们骗我，是因为爱我？欺骗分很多种，有人欺骗是为了伤害，而有人欺骗是为了守护。可我需要的是真相，我不需要以欺骗为名的守护，我也不想永远做一个被保护的弱者。19年，他们骗了我19年。但你知道了真相，你打算怎么做？
继续在这里质问到底为什么，还是回去看看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的阿爹。阿成，信任不是用来纠结对错的。将军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你还要浪费时间在互相责怪什么？没有可是，你已经错过了19年，在这最后时刻，你还想要留下遗憾吗？三舅舅，你的病可好些？阿姨这么惦念舅舅，舅舅很是开心。病很快就会好了。陛下，邓毅批了边郡的折子，已命人快马加鞭送往云中郡。太傅果然不让人失望。阿爷，你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？不知道没关系，舅舅教你。你们俩去那边，你们俩去那边，都给我盯紧了！听说朝廷的奖赏批下来了，你不是便要前去边郡赴任了？明日便启程。太好了，你们梁氏一族能否再兴，就看你往后的建树了。这次能成，也是靠机会。机会？梁家本为带罪之身，加官封赏亦是有困难。只是好在有贵人扶持，加上朝中局势相护，这才顺利通过。贵人？能够帮到我们梁家翻身的，都是贵人。但我怎么听说，这次的赏赐名单是长公主给的？她与普通女子确实不同。怎么样，这万国香，今日我全包了。不愧是武舍人，出手就是阔气。这是还有客人？他一会儿就到。花娘，来了来了，快点啊！哎呀，让武舍人久等了。这啊，是我们万国香最善琵琶的歌姬，名唤霓裳，美人如玉，真叫人挪不开眼啊！两位贵客，今日想听首什么曲儿啊？平安，你是客人，你来选吧。客随主便。我看两位贵客气宇不凡，那今日就来一曲《木兰辞》吧。好，这首我喜欢。
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。军书12卷，卷卷有爷名。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。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但辞爷娘去，暮宿黄河边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黄河流水云间间。好，平安。万里不容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阔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归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好。好。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！叶姑娘舞剑看似恣意随性，但横剑刺出时，却锋芒毕现。你知道我？老李两进两出的一心之才，我戍边归来，显儿就与我讲了不少你的故事。原来是武大将军，平安幸会。你让我查的，去年从圣都调去扬州修河堤的工匠，我已经盘问过。河堤坍塌背后的确有蹊跷，跟那个大山人李宗旭有关。河堤坍塌导致盐田被淹，盐价节节攀升，最终获利的只有他李宗旭。少卿，你这阵子就没歇过，盐价日涨之时还得慢慢查。今夜武将军回京，宵禁盐时，不如好好放松一下。我看某人是急着去夜会佳人吧。对了，武将军回朝，谁给他接风洗尘啊？好些贵人都递了名帖给他，可将军都没去。但我听说有人看见他进了万国乡。兄长乃常胜将军，守卫边境，保我家国平安。难得回京，今夜这酒可得喝个痛快。不如叶姑娘一起吧。来。三位贵客啊，我万国乡近日新来了一名舞姬，舞姿卓绝，连舞社人也未曾见过。今日既然为大将军接风，不如把他唤来一舞，可好？
没见过的，那倒是新鲜。我现在就去把它换来。为武将军接风洗尘，这热闹怎少得了我呀？袁绍兴这5年在圣都养尊处优，这面色看上去可比当年在军营好上不少。没想到兄长与袁绍卿竟是旧相识。这万国香的佳酿，可是你在边塞根本尝不到的。来，这些年，万国香的酒，怕是把袁绍卿的骨头都给泡软。也是，酒不喝，官路不亨通啊。说到这官路亨通，在下自然不及叶新士。长新士能与2位结交，这攀高枝的本事，自然了得。我知道，袁绍卿看我最不顺眼，但也没必要挤兑我啊。今夜我好歹是客，你可是不请自来啊！各位贵客久等了，快点！来，给诸位贵客介绍一下自己。妾身名唤离歌，善胡舞、长袖舞、绿腰舞、鹧鸪舞，不知诸位贵客想看什么？百军旗鼓狼城破，犹记军前鹧鸪舞。就来鹧鸪舞吧。鹧鸪舞好，鹧鸪舞好啊！诸位呀，可要好好欣赏。武将军难得回朝，少城为你接风洗尘。这万国香的酒也没那么好喝。明日武士场，你我再会上一回。好，你既有邀，我怎能不去？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看。不中用的东西，万国香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！起来呀！还不赶紧起来给各位赔礼！快点儿！还不快给各位贵客赔不是？是我不好，我向诸位赔罪。你先送他回去吧。我的错。
你是说离哥手臂上有和彩莲手臂上一样的昙花烙印？没错。你对离哥了解多少？了解的不多，他刚来，平时也不爱说话。但是我听花娘提过一嘴，他是被家人卖到万国香的。离哥姑娘，我进来了。离哥姑娘，刚刚有没有受伤？无碍。我的同伴已经离开了。离哥姑娘，可否陪我聊聊天？光喝酒多无趣啊！不如我们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猜心。我猜中你的心事，你就喝一杯酒；我猜错了，就自罚一杯。你我不过刚刚相识，这样也算公平吧？这听来好像对你不太公平。第一杯酒。你跟我说话时虽面带笑意，可心中却极为痛苦。你的手还常常发抖。第二杯酒，正因苦闷难解，你会割伤自己，借以发泄。第三杯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第三杯酒，你感到痛苦，是因为有人打碎了你对人世间美好的期望，甚至将你抛弃，你很难再对别人敞开心扉。人言可畏，更甚于灾病，所以我从不与他人交心。可没想到，与你不过初相识，便被你看穿了心思。你刚才不是问我是谁吗？我叫叶平安。你是那个那个心意，难怪。刚才那些，请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人。倘若让他人知道，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怪物的。我答应你，可你能否告诉我，给你烙下这昙花烙印的人是谁？我不想说，我也不能说。他身份显赫。倘若你执意要问的话，我只能谢客了。
父亲在雕刻什么？千秋阁，千秋万岁之意。若圣上喜欢，待佳节便献给圣上；若不喜欢，为父只能自己留着了。精雕细琢，在这紫檀木上雕好千秋阁，恐怕得花上1年的功夫。到时圣上见了父亲这份心意，必定龙颜大悦。贤儿，明日你总该有时间上山去看看你母亲了吧？女儿还有些公家之事未了，明日亦不得闲。你年幼之时，你母亲便进山修道，委屈冷落了你。你心里若有怨，就怨为父吧。父亲说笑了，若不是当年父亲赏识女儿的策论，带我觐见圣上，女儿又怎会有今日呢？父亲身体还未好全，早些休息吧。从此以后，不许再提娘娘。起来，起来，随你。关羽，你这个花灯倒是挺别致的啊。昨夜等你的时候买了一个，后来我觉得还是自己亲手做比较有意义。但我这手笨，就给做成这样了。送你的。你看，这月影美吗？很美啊。那现在呢？其实很多你觉得美好的东西，全部都是假象。我也一样，我知道，如果我一直犹豫不决，不给你一个答案，你跟我都不会高兴的。顾文宇，从今往后，我的肉铺谁都可以来，但你不行。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你的顾虑是和玉石案有关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是不是袁绍成？你先让我把话说完，好吗？我从出生起便是贱民。12岁那年，我被人从盲沟买走，就被关进了一座宅子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只要犯错就是一顿毒打。我阿娘担心我呀，她就跑过来看我。她只是想看我一眼，就被买我的那个狗贼给打死了。我冲上去跟他拼命，若不是少卿救了我，我真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假象也好，真相也罢，过去的经历都是我们的一部分，不用逃避。我从来就没有逃避过。这些年我一直想要回家，想要跟我阿爷相认，但是我不敢，我也不能，我只能每天带着阿爷送我的吊坠，
假装他还在我身边一样。顾文宇，我跟你都生活在痛苦之中，你帮不了我，就像我也帮不了你一样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我对你不仅有喜欢，还有敬意，所以你以后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希望一直陪着你。